我是萧婉，北凉长公主。天下龙脉起于北凉，南楚涉血气，偷北凉龙运，北凉不敢断，断则两国同崩。16年前，南楚灭我，北凉夺我龙骨，震于谢家。龙脉最后一缕命魂入我体，我成了北凉最后的龙脉。3年前，我化名沈之，倒在谢温慈马车前，他救我怜我，娶我为妻。3年3000碗药，他以为在救我，却亲手抽走我的龙息，续运继业。我要取回我的骨头，北凉等我。3年了，我每天装病喝药，做谢家的夫人，就是为了找到这里。龙骨一天不回北凉，我就一天离不开谢家。果然，还差谢家嫡系的血。祠堂有异，快封祠堂！谢温慈，你这身血，我早晚要用一次。夫人，大人来了。夫人药温好了，今日药苦些，喝完再睡。大人亲手端来的药，我自然喝。你腕上怎么了？救急罢了。大人，这药底有浮灰。浮灰？大人每日端来的药，大人不知道？大人，祠堂震龙铃响了。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病成这样，还能去哪儿？沈之，祠堂铃响，药里有灰，你腕上又有伤，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？大人想听真话，还是想听让你安心的话？我要真话。真话就是，大人手里的药，不一定是救命的。果然在他身上。回去告诉义父，龙魂位置确定了，在谢温慈卧房里。是。药里的浮灰是什么？大人不是想知道真话吗？我让你看，这是我平日里偷偷攒下的药渣。你早就知道药有问题。我若不知道，早死了。这条线通往祠堂。对。他是在指引什么？引我身上的龙息去你谢家祠堂，我喝一碗，祠堂里的龙骨就亮1分，我病1分，南楚的国运就稳1分。这3年，你端来的每一碗药都不是在救我，他是在抽我的龙息，养你谢家祠堂下面那节龙骨。你到底是谁？3日后的续运季，龙骨不归，我会被抽干，到时候你眼前这个沈之也会死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人先查清楚这碗药，再来问我到底是谁。大人，这方子是国师府旧例。不是安魂，是压魂。我亲手断了3年毒。龙魂入阵，已经养熟一半了。义父，是否即刻带走他？不能让他离开谢家。相府阵眼还在抽养龙魂，他留在那里越久，对我们越有利。是。哼，续运季收网。我想出门走走，顺便去上香还愿。夫人，果然还是出不去吗？大人，这是谢家旧宅留下的护符文，不是害人的。夫人身上果然有东西，连谢家护府阵都容不下。有龙！
不是沈之，他是北凉妖龙。北凉二字也是你能随便叫的？谁敢动他？大人今日护他，来日若南楚出事，您担得起吗？南楚若要靠为难一个病中女子来安危，那才是笑话。你在护我，可你护的是沈之，不是萧婉。你藏不住了。那就让他们来。大人，沈之此名3年前才入京册，没有更早户籍，没有亲族。介绍他身世的老医社已失踪。继续查。属下在国师府旧档抄本中发现，16年前北凉王城破时，长公主萧婉失踪，批注写着萧婉已有龙魂入体。萧婉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这块玉若是彻底碎开，龙魂便会失控。萧婉，续运祭当夜，本座等你来取骨，龙归龙，还是龙死龙终，你选。那就看谁先死。大人查到了。你倒在我马车前是意外吗？不是。萧婉也是假的。这3年，有没有一句话是真的？有，我说大人亲手端来，再苦也该喝，那是真的，因为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，只是你的好建在一个假身份上。面对这一切，他竟然如此冷静，我到底该不该信他？续运祭就在2天后，大人别只问我是谁，先问谢家做过什么。隔屏风问诊，不许靠近榻前。自然。夫人，明渊奉义父之命来为您安魂，有劳苏姑娘。这箱里混了引龙息的材料，国师傅是在借机试探我体内的龙魂，绝不能让他看穿龙纹的异动。夫人，您没伤着吧？手滑了。夫人这救急，倒怕铃声。我自幼体弱，怕吵。相府夫人用什么药？相府夫人用什么药，不劳国师府定。大人护夫人自然情深，只是有些病护得越紧，越容易误了难处。苏姑娘若真担心难处，就该先问问难处到底在怕什么。这绝不是一个柔弱女子会说出的话。萧婉的真面目正在逐渐显露。好了，苏姑娘请回吧。大人，3年前城外驿站确有一名女子倒在雪中，可驿站旧册被人烧过，只剩半页。半页上写什么？写着一个婉字。一切都连上了。她果然是16年前失踪的北凉长公主。大人，老朽查遍太医院旧档，发现这安魂方并非治病，而是喂养镇眼的引子。喂养什么？谢家祠堂下的镇龙阵，夫人的龙息被药引抽走，经卧房镇眼输往祠堂，再转入皇城地脉。这3年来，南楚的国运就是用夫人的命在续。有没有办法断掉这条链？药可缓，阵可破，但需要谢家血脉亲自毁掉阵心。毁阵心时，夫人体内龙息会瞬间反噬，她撑不住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谢家造的孽，我绝不能让她继续受苦。药别再喝了。你终于肯说这句话了，但停药，朕还在。我知道，我要毁阵心。你知道毁阵心需要什么？你的血会引动封印，反噬会先杀你。3年前你倒在我马车前，我救了你。这一次，我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。他竟然愿意往谢家的罪面里踏进这一步。谢文慈，你不需要为我死。我不是为你死，我是替谢家还债。续运祭还有2日，
2日内，我会找到回阵的方法。若找不到呢？那我就用自己的命换你的命。你终于不装了。装了3年也够了。我不叫沈之，我叫萧婉，北凉长公主，也是被你谢家祠堂镇了100年的北凉龙魂。所以3年前你倒在我车前，是你安排的？是。你接近我，也是假的？开始是。那你到底要什么？布防图、军机？都不是。骨头。什么？我的骨头。谢家祠堂地下镇着半截北凉龙骨，南楚100年国运都靠它续命。祠堂的镇龙铃，卧房的镇纹，还有那些压魂符灰，原来一切都是因为这个。谢家镇龙是护南楚国运。护？偷来的东西，换个名字就干净了吗？你若不信，就去问你的祖宗牌位。大人，宫中传口谕，让您即刻带沈之入宫查验，若抗旨，国师府将亲自来请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接近夫人，也不得让夫人离府。谢文慈，沈之已经没了。在我查清楚之前，你不能走。查清楚，还是拖到续运季，让谢家继续锁着龙骨？我不会让国师府动你。你们都一样，国师府要验我，皇帝要杀我，谢家要锁我，只是你说的好听些，叫保护。我没有锁你。那他们是什么？保护和囚禁只有1层窗纸的距离。你现在死不死？你出了这道门，国师府会把你抓走。所以你的保护是让我在2座牢之间选一座。给我时间。我没有时间。又在抽了。不是我不走，是这座相府的阵法牵着我的魂，龙骨未归，我一离开，先碎的是我。明夜必须取骨。这3年，那场雨夜马车里的求救，他喝下我端去的药，他倚靠在我肩头安睡，全都是伪装吗？萧婉说的话，我必须亲自查证。这就是他说的，他的骨头。你第一次来，祖宗只问你一句，你还认不认谢家？100年前，北凉气数将尽，谢家奉天命收龙骨镇之，方有南楚100年安顿。奉天命，还是偷龙骨？不管如何来的，谢家已守了100年，你动他，南楚就完了。他说自己被抽了3年陇西，这也是谢家的护国。1人之命换1国之安，不亏。他不是东西，是人。文慈，那个女人是北凉余孽，她若取回龙骨，南楚100年根基毁于一旦。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杀了她。大人，药方暗印已经确认来自国师府，难的是禁党缺页，所有能说明压魂符灰用途的页都被国师府抽走了。那就查结果。过去3年，萧婉每次病重后3日内，南楚边境几乎都会传来捷报，太庙金龙像裂纹也会短暂恢复。相反，只要他身体稍稳，皇城龙形水位便会下降，太庙机关会密报龙息不足。所以他越病重，南楚越安稳。是。大人，老朽终于明白，夫人为何拖到现在才准备用假死法。说，龙息未到临界时假死。龙魂离体后无处接引，会散。只有续运祭业阵法大抽取，龙魂被阵眼拉到最松，又有北凉小龙灯接魂，他才有一线机会。所以前3年，他不是不想走，是走不了。国师说，北凉龙魂已乱相府地脉，若大人继续护他，南楚必有大灾。回去告诉国师，禁党烧不干净，债也烧不干净。谢大人，陛下只要查验，不伤夫人性命。若真只是查验，为何带禁军？谢大人，抗旨不会让他安全，只会让相府也变成罪地。相府早就是罪地了。
他们怕我活着进宫，更怕我死在相府外。什么意思？我一旦离开相府阵眼，龙魂会被拖裂。国师傅不是真要带我走，是要在我半岁的时候结婚。他不能离开相府，不能进宫，不能提前假死。唯一能救他的，不是虎住卧房，而是打开祠堂。那就从谢家开始。若我今夜开祠堂取骨呢？你需要谢家血脉开锁，也需要人把龙骨送回北凉祭台。你一个人做不到。北凉还有人接应？有。是谁？你到现在还不肯告诉我？告诉你，是把北凉人的命放进谢家手里。那你愿意把自己的命放我手里？我没有别的选择。这句话比直接说不信我还要伤人。好，你不必信我，但你可以看我做什么。按我说的配减量药，只维持小婉肉身不被阵法抽干，不再喂养镇龙阵。大人，此法只能拖1夜，1夜够了。若祠堂血气反噬，大人……我知道，3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不是为治病断药，而是为了斩断他的锁链。你还敢端药给我？太医减了符灰，药只稳肉身，不喂阵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倒掉。这是第几碗？最后几碗之一。属下查到了，16年前攻破北凉王城的前锋是谢家军。什么？不只是前锋，军令显示，攻破王城后，谢家军封锁北凉祭台，抹掉龙骨运送记录，所有参与的士卒战后全部调往边境。所以16年前那场战争，不是护国战功，像是灭口。谢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，从来都不是。夫人，别叫。阵法开始吞噬龙魂本体了，今夜之前必须有人来。这鬼天气，冷得刺骨。闭嘴，小心巡查。进来。殿下，别跪，说正事。殿下气色比上次更差，阵法还在抽您的气血。续运祭明夜阵法会松动，是最好的机会。如果失败呢？如果失败，就当北凉龙魂死在难处。殿下，北凉等了16年，不是为了让您死在这里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会失败。那谢文慈呢？什么意思？殿下，您在这里3年，若说毫无牵挂，我不信。你来提醒我别动情的。我来提醒殿下，谢文慈是谢家嫡系，他的血脉就是锁您的锁，不管他知不知道，他就是困住您的那个人。我知道。殿下，北凉没有亡干净，还有人等您回去。你是谁？北凉守龙人燕晨。你们认识多久？比你认识他久。你要跟他走？谢大人，你到现在还以为她是你的夫人？她是不是我的夫人，不由你来说。沈之是梦，萧婉才是真相。你叫了3年的名字，连她自己都不认。他说的是事实。那这3年呢？3年是计划的一部分。谢大人，你给他端了3年压魂药，让他睡了3年阵眼。你不知道，不代表你没有参与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无辜了吗？你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丈夫。谢文慈，你对我好，我知道，但你的好建在一个假身份上。你爱的是沈之，不是萧婉。那你让我认识萧婉，来不及了。续运祭就在明夜。你要取骨，还是要跟他走？北凉龙脉之骨被困于此，为了复国大业，我别无退路。所以我更不能留。
我要取回骨头，活着回北凉。你打算怎么取？给他看。谢大人，这就是你们南楚100年的天命。你要做什么？让他先说完。16年前，南楚攻破北凉王城，根本不是因为北凉气数将近，真相是国师府发现了北凉龙脉的位置，联合谢家和皇室三方合力将龙骨封入谢家祠堂，龙息引入南楚地脉。谢家也参与了。谢家负责镇蛊，国师府负责引魂，皇室负责接运。三方各取所需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凭萧婉殿下被困你相府3年，每天被抽1寸龙息，凭你掌心那道灼痕，就是镇龙血气的印记。所以你是锁的一部分，不管你愿不愿意。续运祭明夜，谢家地脉松动，你要取蛊。是。我不会帮你，我也没指望你帮，但我也不会拦你。燕琛的话必须查实，我得亲自找出当年留下的证据。三方共犯，谢家100年清明，原来是用他的骨头换的。我找到了。现在你信了？三方都有份，皇室偷命，谢家锁骨，国师抽魂。对。所以你恨我？我恨的是谢家，不是你。拿走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谢家100年封印，从今夜起不再完整。我不强求你，明夜我自己想办法。血符你已经拿到了，我能做的不只是给血。你还想做什么？开祠堂，今夜子时。你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从谢家偷蛊那一刻起，就该还了。陛下，相府阵眼今夜有松动迹象，谢温慈已动摇。他若敢放走那个女人，陛下，谢温慈手握镇龙血气，若他反水，不如先出手。你指明日宣谢温慈入宫，逼他亲手杀了萧婉，他若不从，如何灭谢家？北凉妖龙潜伏相府，祸乱国运，着首府谢温慈即刻诛杀，以安南楚。陛下要杀他，为什么不亲自动手？因为陛下知道，萧婉一死，借运阵必反噬，谁动手谁担债。谢大人，抗旨便是抗南楚，拿偷来的国运压我，也配叫南楚？谢大人，请接旨。谢温慈，你敢焚旨？回禀陛下，臣不杀无证之人。若不执行皇令，禁军有权接管相府。谁敢入内院一步，以擅闯首府府论处。你烧了他也没用。皇帝要我死，国师要我魂，谢家要我蛊，你一个人做不到。我会想办法。我说过，没用。温慈，你斩的是谢家100年气数，若谢家气数压在他身上，那就不该留。别再试了，你现在做的一切只会反噬你自己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只能自己死一次。什么意思？这是北凉禁药龙息眠，服下后肉身假死，龙魂短暂脱离阵点，
阵法抓不住一个死人。假死，万一醒不过来呢？如果续运吉、龙息灵界、小龙灯接魂同时成，我才有机会醒。如果龙骨不能归位，那就是真死。不行，谢文慈，你没有别的办法，你斩不断阵法，压不住皇帝，也进不了国师府。我只有一条路，你不要救我。若你强救，镇龙阵会反噬你，龙魂也会被重新拖回相府，让我死，北凉才能活。我不会让你死。你不让我假死，就是让我真死。阵法每天都在抽我，续运季过后更快。给我一夜，今夜子时前若祠堂不开，我就服药。这一夜里，我能做什么？你可以什么都不做，也可以替我开祠堂。如果我能在续运季前取出龙骨，他就不必冒假死的风险。我一定要在子时前打开祠堂。他敢烧朕的圣旨，下一步是不是要反了？陛下息怒，谢文慈虽抗旨，但不能立刻动他。为什么？谢家血脉仍连着镇龙血气，若断了谢家嫡系，阵法失控，龙骨封印会松。所以朕连杀他都不能杀，不能杀，但可以换。谢家旁支也有嫡系血脉，只需逼谢温慈交出首府印，将嫡系之位转给旁支子嗣，镇龙血气自然换人承接。好，你只威胁他交人或者交印。大人，宫中又传话了，若您今夜子时前不交出萧婉，皇帝便将嫡系之位转给谢家旁持。转嫡系？他以为换个人就能控制血气？大人，谢家旁支的人已经被国师府接触了。如果旁支接手血气，国师府就能绕过我继续锁龙骨，萧婉的处境会更危险。我知道了，退下。宫中施压，若不交你，便要剥夺我的嫡系之位，转给旁派。所以他们在抢时间。如果旁派接了血气，你就更走不了了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交印，也不交人。那他们就会来硬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必须比他们更快。你想好了？我今夜进祠堂。大人，这药方和卧房阵眼是绑定的，如果完全停药，阵法会因为失去媒介而加速反噬夫人。你说什么？简单来说，不喂药，阵法抽得慢但稳；完全停药，阵法会一次性把剩余龙息全部抽走。我每一次试图救他的方式，居然都在变成新的困局。那减量呢？可以缓，但不能根治。只要阵法在，药就断不干净。他一说药断不干净，完全停药会加速反噬。我说了，药只是引子，阵不破，什么都没用。我今夜就去祠堂。你去了，谢家族人会拦你。我不管他们。你还没准备好，去祠堂不是砸门那么简单。镇龙血气在，你强行取骨，反噬会杀了你。所以我才说要断一次气息，阵法抓不住死人，只有那一瞬，你才能取骨。那你呢？你假死期间怎么办？我的龙魂会去北凉祭台，只要龙骨归位，我就能醒。如果归不了位呢？止步，让开！你又来？我来接殿下。他出了这道门，国师府就会抓走他。你以为你几个人带得走，总比让他死在你相府强。都住手！殿下，跟我走。我不走。为什么？龙骨还在祠堂，我现在走了，骨头怎么办？可您的身体撑不了几天了。所以我不能跑。跑了，一切白费。一夜，给我一夜。天亮前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不会再留在这里。只要喝下这最后一碗稳固肉身的药，这虚云阵法便不用再稀释他的命了。
最后一晚，萧婉，别说对不起，说点别的。如果还有下辈子，你不要再倒在我马车前，换我找你。这碗药我自己喝。冷吗？还好。龙息既出，这一切也该结束了。你做到了。皇城龙脉已断，太庙金龙开裂，九井水脉也干涸了，剩下的残局由我来扛。大人，你不能出去！劫魂阵开，龙魂脱离肉身，休想逃离男主。是劫魂灯。义父，接不住了吗？国师，是否继续追？追不上，北凉祭太有接引，强行截断只会让龙魂散尽。截不住就跟。他要醒，必须龙魂、龙骨、龙七三合。龙骨还在谢家祠堂，他醒不了。北凉守龙人一定会来取骨，让他们来。大人，禁军已经出动了，国师府那边也正在行动，让他们来。传令下去，夫人病逝，相府设灵堂，不接客，不设宴，不打吊。是。从今日起，相府没有卧房，只有灵堂。6月下雪，这是什么兆头？听说相府的夫人昨夜死了，然后天就变了。一个女人死了，南楚就完了？你没听说吗？那女人身上有北凉妖龙的纹身。陛下，萧婉虽死，怨气未散。妖龙死后，龙息反噬，才导致天象异变。如何化解？焚尸灭怨，将萧婉尸身焚毁，怨气自消。准。只是谢温慈不会轻易交出尸身。谢大人，陛下有令。北凉妖龙尸身须焚毁以安国运，请交出灵柩。他叫萧婉，不叫妖龙。大人，这是皇令。告诉陛下，想烧他，先过我。大人，他活着的时候你们要杀他，死了还不放过。南楚的国运就是靠欺负一具尸体来撑的吗？婉婉，外界都不知你只是假死，我必须演好这痛失爱妻的戏码。我定会守住你，等龙骨归位，你就能苏醒回来。谢大人，尸身3日不腐，这不正常。死人不腐，与你何干？不腐就是妖气未散，不焚毁，南楚灾相不会停。义父，或许可以再等等。不等。今日谁碰这具棺，我就跟谁拼命。谢文慈，你为一具尸体和整个南楚为敌，你疯了。我没疯。我只是不想再做帮凶。谢文慈，你护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世。撤！谢大人，陛下有令，荣景异象不得外查。南楚国运有异，首府不能查。大人，这不像南楚文，是北凉。就当写着每逢虚运季，从井水位回升，井底金文隐没，龙息不足时旧文外露。这是谁让你记录的？是国师府。南楚皇城地脉里流的是北凉的龙息。传陛下口谕，命首府大人即刻停止查探。你又想做什么？灭残魂，还是找龙魂？
贤，他不在这里，路线没断，果然在北凉祭台方向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假死。谢大人，他假死一日，南楚失运一日，龙骨未归一日，他就醒不过来。南楚失的是偷来的运。这反噬的痕迹怎么越来越重了？大人，16年前北凉王城一战后，被调往边境的谢家旧族还有3人活着，2人失语，1人改名隐居在城南药铺。带来。国师府也在找他，属下晚到一步，他家已被翻过。所以这不是旧案，是他们一直怕人开口的案。别杀我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我是谢文慈。谢家终于有人敢问了。16年前，谢家军封锁北凉祭台，不许救火，不许收尸，只护送一只黑金古降南下。那不是战功，那是灭口。谢家欠你的比我以为的多得多。16年前那场灭国战，我们不是旁观者，是刽子手。我会把骨头还给你，不是因为我爱你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你的。谢文慈不肯杀人，不肯交尸，连永景都敢查，必须给他套个龙头。哼，陛下可以用婚事拴住他。婚事？让明渊嫁入谢家。苏明渊体内有容器阵纹，入了相府就能接替萧婉成为新阵眼。谢文慈有了新妻，就不会再为死人拼命。臣的命格与镇龙阵绑在一起，阵在臣在，阵亡臣亡。原来义父一直只把我当成维持阵法的容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首辅谢温慈迎娶国师义女苏明鸾，即日完婚。回去告诉陛下，我不娶。我知道你不会答应。那你来做什么？这是义父在我身上刻的容器阵。他想让你替代萧婉，替代他做阵眼。义父从来不是要我嫁你，是要我的身体接住龙息。国师竟然将自己的义女也当作随手可弃的棋子。这就是北凉100年的命。你又来了，我要驱走他。文慈，这节龙骨压了16年，谢家的权位、气数、声望全在他上面。你取走他，谢家100年荣光一夜归零。谢家的荣光是偷来的，该还了。16年前，谢家先祖以镇骨换权，南楚先帝封谢家世代首辅，条件是谢家永镇北凉龙骨，将龙息输入皇城地脉。所以谢家的首辅之位，从来不是凭本事挣的。你可以这么说，但没有龙骨，谢家什么都不是。那我现在什么都不是，也无所谓。这血符里有我的谢家嫡系血，只要贴上封印，就能短暂松开第3道锁。但我还没准备好，燕晨，我需要你。殿下能撑多久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还在等什么？龙骨什么时候取？祠堂有3道锁，地脉锁已经因为他假死松了，镇龙血气锁需要我的血，但第3道谢家嫡系血脉锁，血符已经有了，但取骨之后需要人接应，送到北凉。我来接应，你只管取。如果失败，殿下等了16年，不能再等了。殿下活着，北凉就活着。我这条命，16年前就是殿下的。谢文慈，我问你一句话，说，你想救的是谁？萧婉，还是沈之？如果你进了祠堂，心里想的还是沈之靠在你肩上的模样，那你救不了他。你只是想把他拽回你的梦里，我分得清。分得清？那你告诉我，骨头还了之后呢？你期待他回来做你的夫人吗？
我不期待她回来做我的夫人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她活着，不管她是沈之还是萧婉，不管她回不回相府，我只要她活着。记住你现在说的话。如果骨头回了北凉，他醒了却不认你，你不能反悔。我不反悔。好，那我们明夜动手。大人有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灵堂。奉国师谕，妖龙尸身必须由国师府净化安置。让开！大人有令，谁都不能碰夫人。谢大人，皇城灾相未止，萧婉尸身必须交由国师府处理。若继续阻拦，便是包庇祸源。南楚大义，不是你们抢人尸身的借口。国师说，关中虽是空魂，肉身仍可做路标。若不净化，北凉残魂迟早归来。原来他连空魂都知道。他们不是要灭残魂，是要重新给龙魂卸下钩。今日之后，国师府与相坊再无情面。星煞有回响，他的魂线还没断。必须护住灯火，绝不能让龙魂线被牵回。国师在用肉身定位，必须加快取骨。空魂路标还在。义父，您早知道他没真死。龙惜眠骗不了我，可他身后的人可以被他引出来。谢温慈斩了星沙回响，若他龙魂去了北凉祭台，南楚还有办法稳住吗？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件随时可以替换的死物。龙骨还在谢家，只要龙骨未归，他醒不过来。若他醒不了，就换一个容器。国师府观星台彻夜亮阵，已确认萧婉空魂，并开始追踪北凉接魂灯。他没有被骗，他在等我们露出祭台位置。那就比他快。谢文慈砸了谢家玉印，进了祠堂。回陛下，国师府已派人拦截，但谢文带着北凉守龙人，恐怕龙骨不保。他抗旨毁祠堂，如今又同北凉余孽，朕还要忍到西时。陛下，谢文慈失控，不能再拖，封他的府接管祠堂。传旨，禁军围住谢府，不许谢家族人出出。对外便说谢家地脉失衡，暂时封府查验。文慈，你看看，谢家百年情谊要毁了。谢家清誉早在100年前就毁了。谢温慈私藏北凉妖物，致南楚失运。陛下命你交出祠堂效印、镇龙旧档与萧婉尸身，由皇室接管。陛下这是要把账甩给谢家。谢大人慎言。回去告诉陛下，谢家甩不干净，皇室也一样。温慈，你若公开血气，谢家全族都会受牵连。那就一起认。禁军为辅，说明他们也急了。那就今日，我会带你回来。带他回哪里？回相府，回你的卧房镇眼。谢文慈，她不是你的夫人。我难道还想着把她困在身边吗？你若还想着让她醒来后回到你身边，那你现在做的一切还是为了你自己。萧婉要的不是原谅你，是北凉国运。我不带她回相府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要还她的骨头。记住这句话，等谢家满门拦你，等皇帝问罪，等南楚失运时，别忘了。温慈，你若进祠堂，便是反祖。谢家世代忠良，靠镇龙护南楚100年。你若为了一个北凉女人毁掉祠堂，南楚百姓受灾，全族受难，你就是谢家的罪人。让开！谢家若真无愧，为什么不敢公开镇龙血气？这是谢家自己的军令，攻破北凉王城，封锁祭台，抹掉龙骨旧案。家法伺候，你今日若要进，就先踏过这谢家满门。
我不踏谢家人，我踏谢家的罪。温慈，你若进祠堂，便是反祖。谢家世代忠良，靠镇龙户南楚100年。你若为了一个北凉女人毁掉祠堂，南楚百姓受灾，全族受难，你就是……温慈，你当真要回谢家？我要取回不属于谢家的东西。取骨，谢家100年命格尽断。温慈，你不能为了萧婉一人毁掉几百口人的前程。谢家命格从何而来？是不是也来自北凉龙骨？你们口口声声谢家命格，可那命格是压在别人骨头上得来的。你若再往前一步，谢家气数便从你身上先断。那就从我开始。温慈，祖训不可违呀！池子印，你仍是谢家家主，退回去，谢家还能保你。温慈，祖宗不会害你。从今日起，我不祭镇龙血气，谢家荣辱凭什么压在他的骨头上？拦住他，不能让他碰龙骨！谢温慈，你一人之念要毁谢家100年基业，也要让后人知道谢家100年罪名。谢家基业本就压在别人的骨头上。谢温慈，开锁！住手！谢家气数断了。温慈，你取骨，谢家100年尽毁。可若不取，谢家也只剩罪名。谢家100年本就该还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刻。萧婉，你受的苦到头了。殿下，臣接您回家。国师来得真快。南楚皇室谢家都不过是守谷的器皿，国运无主，能者取之。他终于撕下面具了，原来他要的是龙脉本身。你想吞龙，先过谢家这道旧锁。谢家索100年，也配谈还债？拦住他！带他回去。你以为送走半截龙骨，他就能醒？龙魂、龙息、龙骨缺一不可。接下来，本座会亲自取回来。只要龙骨回到北凉，一切就还有希望。谢温慈取走了龙骨。回陛下，龙骨已离谢家祠堂，金光正往北凉方向去。他这是叛国！陛下，谢温慈已不受控，若不立即定罪，血气之事恐怕压不住。宣告谢温慈勾结北凉余孽，毁祠堂，动摇国据，按叛国论处，禁军可格杀。谢温慈毁祠堂，窃龙骨通北凉，陛下有旨，按叛国论处。完了，全族都要被连累了。这100年来的枷锁，今日便要彻底解开。取真龙血气副本。这是什么？陛下说我叛国，那臣斗胆请问，
100年前南楚先帝谢家初代家主、初代国师共同签下镇龙血契，算什么？别急，让诸位大人都看清楚。谢大人，这血印当真是先帝？先帝血印、谢家血印、国师府血印，三方俱在。若臣有罪，三方都不干净。回去告诉陛下，龙骨已离谢家。南楚若要问罪，就先问清楚，这100年国运从哪里来的？点灯，接应龙骨。燕大人，龙骨离南楚了，接他回家。殿下，我们终于赢回了属于北凉的龙骨。血印反噬，大人。取骨者称谢家断运之法，闻此你走不了。大人，您伤势严重，先回去处理伤口吧。派最快的人跟上燕尘。那大人您呢？我留下，挡住他们。接骨阵已布好，万事俱备。殿下，臣带龙骨回来了。龙骨归位！殿下，您终于要醒了。沈之，燕尘说过，龙魂归位可引肉身化作金光离去，原来是真的。大人，夫人不见了。大人，是否立刻封锁府邸，全城搜处？不必。可是，他回家了。龙骨终于与殿下的龙魂相合了。恭迎殿下归位。殿下，您终于醒了。殿下，龙魂归位会压制宿主作为凡人的情感，您不会立刻忘记相府，也不会忘记沈之这个身份，但那些记忆带来的情绪会越来越淡薄。沈之，相府的卧房，苦涩的药碗，谢温慈低头唤我的声音，这些画面都在脑海里，但我却没有流泪的冲动。我记得他，可为什么想起这些事时，内心没有任何波澜？因为沈之的心正在被龙脉的力量压制。殿下，您刚醒，先别急。龙骨归位多少？半截龙骨已归祭台，但龙息仍有大半被困在南楚皇城地脉，龙骨、龙魂、龙息三者未全，北凉国运只能短暂回暖。所以还要回南楚。殿下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相府旧物不必留太多。殿下，沈之也是您，是我潜伏时的身份。不只是身份，龙魂越完整，您会越接近北凉过运本身。到那时，属于人的情绪会越来越少。若这些旧物影响我的情绪，拖慢我夺回龙息，就收起来。谢温慈还在南楚，皇帝、国师、谢家残阵都在。您若此时回去，等于主动进险地。我不是去见谢温慈，我是去取息。我等愿随殿下南下，只待精锐，不扰百姓，不伤无辜。南楚借运的罪在皇室、谢家、国师府，不在普通人。我要的是龙息，不是滥杀。准备回南楚取息。南楚首府止步，我求见萧婉。殿下刚醒，不见南楚人。告诉他，龙骨已还。龙骨本就是北凉的，寒不是恩。大
南楚皇帝已下令追杀，不能在边境久留。我等，你来做什么？见他一面，欠他，然后呢？让他记起沈之，让他回头。我不求他回相府。那你求什么？我想知道他醒了没有。他醒了。但他未必想见你。你守在这里，他也不会出来。我知道。那你等什么？等他愿意。大人，是否将他驱赶？让他等。他还在。殿下若不想见，属下可以让他进来。是。在外殿见。我其实说不清为什么要见他，只是觉得在不见和见之间，见更像是我会做出的选择。你就是谢文慈。他用的是陈述的语气，他分明认得我，可眼神里为何没有一丝情绪？你不记得我？相府卧房、药碗、剑光、火盆里的黄历，那些过往的画面历历在目，却无法让我产生任何情感变动。记得一些事，你是南楚首辅谢家嫡系，取回了半截龙骨。你曾叫我温慈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不得。那沈之呢？沈之死在相府那晚，活下来的是北凉萧婉。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回南楚取龙溪。你若还想还债，就别挡路。我不挡。这阵纹扩散的越来越快了。原来我也只是器物。成龙容器，以人身在那离散龙息。若元龙魂不归，则以容器替成。还有这张20年前的旧验身丹，生父母根本不是病死，他们是第一批成龙容器试验的失败者。义父，我身上的阵纹是什么？我父母当年又是怎么死的？你终于看见了。你要我替萧婉争龙息？他若回来，自然最好；他若不回来，你替他成龙。那我会怎样？能成多少，看你的命。至于你父母，他们命薄，撑不住。义父不是说要护南楚？南楚若护不住龙溪，就该换人护。他要的根本不是南楚，是龙溪本身。那是新的团龙阵图，阵心位置居然写着萧婉和苏明一2个名字。这片碎龙鳞上残存的气息，总让我觉得有什么事被遗忘了。是谁？殿下，刚才我好像看见一个人，但看不清脸。昨日酒水还好好的，今早忽然见底了。国师傅说是北凉妖龙怨气，可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郭师傅连死人都不肯放过，真相不能再被掩盖下去了。百姓只需知道妖龙祸国，不必知道什么血气。马上封锁所有异象记录。太庙祭官，给朕改写龙井干涸的原因。如今只有把罪名坐实，才能保住皇室的威严和南楚的稳定。大人，若公开这些，您再无退路。从砸祠堂那一刻起，就没有退路了。立刻把这些分送朝中清正老臣、太庙祭官、边境守军旧部。在他入南楚之前，让所有人知道，南楚欠的不是妖债，是人债。龙溪在那里，我不进去，他就不会自己回来。可您若被困在阵中，
北凉怎么办？所以不能被困。要破阵，需要阵里的人，也需要阵外的人。送去南楚京城，交给谢温慈，告诉他，龙溪洞的时候，就是国师阵眼最弱的时候。你相信他？他欠北凉的还没还完。他还敢回来？他必须回来，因为龙溪在这里，他取不走，只能入局。你有把握擒住他？不是擒，是等他入阵。龙魂龙骨已在他体内，龙溪一合便是完整的龙脉。到那时，他话未说尽，这老狐狸到底在算计什么？义父，这阵心为什么有我的名字？你是备用。萧婉若能承住全部龙息，你便无事；若她承不住，你替她承。替她承，我会怎样？能承多少，看你的命。拿我的命当垫脚石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愿以偿。龙息悸动，阵法必应。谢温慈，剩下的就看你了。龙归龙了。备马，去皇城。殿下，国师府在设诱饵，苏明言被锁在里面。不是诱饵，是证人。证人？国师要吞龙，必须三方血气同时失效。谢温慈一会血印要靠罪诏，而国师自己的血印需要他亲手启动吞龙阵时才会露出来。苏明渊是唯一能近距离看到他阵心的人。所以您要他作证？不是为我作证，是为南楚百姓作证，让他们知道，国师从来不是护国，是夺国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我不是来看笑话，我是来问你，你想继续做他的棋子，还是做自己的棋手？我有得选吗？你父母没得选，你有。这是他的血液，朕心在这里，他要把龙脉转入自己命格。我父母当年不是病死，是被他弑阵耗死的，我偷听到的。他一直以为我不知道。龙骨、龙魂、龙息合一，转入天命主位。够了。我可以作证，不是为我，为你自己。殿下，接下来等国师启动吞龙阵，他不动，血印不会漏；他动了，龙息归位的同时，也会把自己的命格送进阵心。国师，苏姑娘被萧婉带走了，阵图残片也不见了。他以为拿了阵图就能作证，本座不需要他。既然龙息已动，萧婉已入局，那就现在收网。本座的命格已与吞龙阵合为一体，阵在，我必是天命。你以为拿了阵图就能赢？本座布了20年的局，不差一张纸。所以你根本不在乎苏明烟死活。他和他父母一样，都是容器，容器碎了，换一个就是。国师，萧婉，把北凉龙脉交出来。龙魂若是被抽走，地脉崩塌，绝对不能放手。你说我父母是容器，那你自己呢？你布的每一道阵，最后都是亏你自己的锁。大人，郭师傅启动了吞龙阵，这光芒的威力远超预期，阵法发作，还一个人顶不住。
谢大人，陛下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让开！谁敢拦我，死！谢文慈，你还敢来？他在反震阵，这一次你自由了。他在用自己的命来赎罪，这些原本模糊的回忆突然变得好清晰。你在用你的血唤醒我的人心，能醒一刻是一刻。断了他的血脉。该还的不是只有谢家。陛下，皇城龙溪没有回流太庙，反而被国师府观星台吸走。他要把龙溪引去国师府。不止龙溪，连谢家祠堂残余血气、北凉龙魂边洞都被牵引。若朕成，国师府将取代皇室。来人，围住观星台！哼哼，皇帝终于怕了。你连皇帝也骗？没有本座，南楚皇位早已腐烂。国师竟然妄谒皇权，立刻给朕停阵！陛下，不好了，龙已裂了！龙脉震动，龙已开裂。难道朕的皇权基石已经毁了？看见了吗？你们偷来的命，最后谁都想抢。你去取西，我去朝堂。谢文慈，你还敢上朝？臣今日不以首辅身份上朝。那你以什么身份？以镇龙血气继承人的身份，替南楚还债。南楚气数将尽，借北凉龙脉续国拓。这怎么可能？陛下说萧婉是妖龙祸国，可南楚百年国运正是从北凉龙脉借来。妖言惑众！臣不是反南楚，臣是替南楚还债。伪造血气，动摇朝纲，谢文慈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若血气是假的，九井旧文为何与北凉龙鳞纹一致？谢家府祠堂扫文，16年前旧军令。谢文慈勾结北凉，南楚天命正统，北凉亡国是气数已尽。龙钟自裂了。殿下慢一些，龙息回的越多，您的人性会越弱。北凉等不了。他在夺回国运，却也在失去自己的人性。拿下他！陛下要拿的是自己偷来的命。南楚借的，今日开始还。还有多少？还有最后一段，藏在地脉最深处。需要多久？1天。
你挡得住皇帝一天？挡得住。殿下，龙息再入体，您的人性会撑不住的。还有最后一段龙息，可您已经……北凉还没够。他抽走的是南楚国运。陛下，那是北凉旧伤，不是南楚国运。绝不能让他得逞。这一次，你别想拿我补阵。殿下，够了！您的人性会被龙息吞掉的。北凉还没够。南楚该还了。殿下，您若不记得自己是谁，北凉要一尊神像有何用？今日够了。殿下需要休息。沈之是我为了前夫造出来的身份，我不该被这些回忆牵绊。可那3年里的情绪也是真的。真实，不代表还能留下。会痛，也不代表我该回头。龙一正在回归，我需要稳住北凉龙脉，绝不能让沈之的记忆动摇我的意志。南楚人，止步！你来做什么？看他一眼。殿下在里面，但他未必想见你。所以你要把他杀第2次。沈之已经死在相府，他还会痛，但那个会依赖我的沈之真的不在了。我知道了。文慈，他快不是人了。萧婉取回龙骨、龙魂、龙息时，曾经镇压他的人必须承受反震之力，否则反噬冲入龙魂，他会更快失去人心。所以，要有人替他承受震龙反噬，只有谢家嫡系命格能成。你现在倒想让我救他？若他彻底失去人心，南楚会承受更猛反噬，谢家残余也无活路。若你献出命格替他承受归位反噬，他或许能留住最后人性。代价是什么？你会失去谢家命格，不再受谢家气数庇护，首府权位、荣光、寿数福泽都会断裂。听起来倒像是把偷来的还回去。他不能再替谢家还债。他不是用观星台布阵，是用整座皇城布阵。萧婉，你替北凉取回龙息，本座替你收下。你不配。龙骨已归，龙魂已醒，龙息将满。此时吞你，本座便是新天命。给我服！阵眼的路线被改了，根本破不开。他连我也要一起吞。若他再被阵下拉扯，最后的人心便会被彻底冲散。老祖隐身说过，只有谢家嫡弟命格能成震龙反噬。谢温慈，别进来。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护你周全。谢家血脉自己送上门，倒省了本座的力气。他在反震阵，真心叵测，果实藏了主眼线。
谢文言，你敢用谢家血脉反本座？你现在退出，还能留一条命；献出谢家命格，你会失去一切。谢家命格断了。谢温慈，停下！你记得我了，别还给我，这是谢家的债。谢温慈，完整了，正好。义父，朕已经撑不住了。你还不知死活！天命从来只归敢取之人。本座布了一生的阵，怎会困住本座？你布的每一道阵，最后都是困你自己的锁。国师，你为了一己私欲抽取龙脉，害得北凉百年不得安宁，今日便要你偿还这笔血债。随着龙翼归位，南楚窃取北凉国运100年的劫运大阵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粉碎了，结束了。国运反噬，难道我南楚真的气数已尽？国师妖言惑众，朕也是被他蒙蔽。陛下，国师确有私心，但100年前的血气是皇室血印在先。南楚先帝血印、谢家血印、国师府血印，三方俱在。陛下，铁证如山，罪诏不可再拖。够了。 100年的剥夺与羁绊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了结。北凉醒了，龙骨、龙魂、龙息终于三者合一，北凉的地脉重新连接了。殿下，北凉龙脉复苏了。 传令，修祭台，安边民，重开旧城。大人，是否回南楚京城？罪诏已下，朝堂需要人稳局。我不回去了。谢文慈这个首辅，已经死在祠堂那日。我留下不是为了执掌南楚，也不是求萧婉回头。我留在这里。 守两国不再因偷运开战，你恨我吗？不恨，你是环谷的人。那你还记得沈之吗？记得，但他已经回家了。保重。你也是。我记得他献出命格的举动，也记得他没有开口求我回头。 暂不，先让北凉活过来。姑娘，真要一个人去北凉？南楚容不下我，国师府已毁，我只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活。义父说的对，棋子醒了就不能再留在棋盘上。孩子们，跟着我念。 殿下，边境传来消息，谢文慈仍在南楚边墙。大人，是否要送一封信给北凉？不必。大人不想见殿下。想，
但他不欠我一面。大人，太医说您命格已碎，寿数可能只剩10年。够了，10年，够守两国不再开战。这是我们北凉的龙，我先拿到的。一人牵一头，别抢，龙才不会断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嘘，这一次我不做谁的夫人，不做谁的棋子，不做谁的容器。我是北凉的国运，